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米瓦。今天的视频呢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最近去做的一个医美的项目，就是童颜针。我觉得把整个脸全部露出来，这样会比较好一点。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情况吧。那我就是34岁，然后我自己现在感觉我自己的脸有的问题就是，在就是眼下啊这里一块，然后还有双颊这边都有那种凹陷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法令纹也开始越来越深了。所以我就想一些办法去改善吧。那我就 research 了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填充效果的话，你either就是去打童颜针，要不然就是打玻尿酸。然后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童颜针。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童颜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OK， 那童颜针是什么东西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Sculptra Aesthetic， 那它的中文学名叫做3D 聚左旋乳酸。虽然说这个不重要，但是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它是一种可以被自己身体分解代谢的一种物质。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刺激你自己胶原蛋白的生成，然后就达到说改善皱纹啊和皮肤弹性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它跟打玻尿酸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玻尿酸是一个直接把那种像凝胶状态一样的这个东西打到你的皮肤里面，直接就去把那个皱纹凹下去的那一块填起来这样子。但是童颜针呢，它就是一个打到你皮肤比较深层的地方去，然后它帮助你自己生成胶原蛋白，然后把这块地方就把你有皱纹或者是凹陷这个地方给撑起来这样子。童颜针呢，其实它是一种粉末状的东西，所以呢，它必须要经过就生理盐水跟它混一下，然后通过水这样子的一个媒介，然后把这个粉打到你的这个就是皮肤里面。所以呢，它有一个就是你刚打进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蓬的一个状态，但是那个会随着水慢慢被你自己皮肤吸收掉了以后，它就会消下去。因为最主要发挥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打进去的水嘛，是你童颜针的这个粉。这个粉呢会在你打完之后3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全部发挥作用，让你就是该长的全部都长出来这个样子。所以童颜针是有一段过程的，不是说像玻尿酸这样立竿见影，马上就可以帮你把它填起来的这样子。而且你也会发现说，就是刚刚你去打完童颜针了以后，那个脸真的就是很蓬很饱满嘛。然后过了1、2周以后，它那个水都被你自己皮肤吸收了以后，它又缩回去原来你没有打针的那个样子，甚至就是还有一点点更凹啊或者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就是不要担心，就等着，因为它会慢慢的自己长出来。那再下去呢，就是童颜针和玻尿酸的维持时间。这两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玻尿酸它维持的时间，只是说你打进去看你皮肤之后吸收，然后代谢它的那个速度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去洗桑拿或者什么，就是那种碰到很热的东西，它都会影响到玻尿酸它就是被你吸收的那个速度，然后你可能下次再要去补打它的那个频率这样子。然后童颜针呢，因为它长出来的是你自己的胶原蛋白，所以它的那个维持时间呢，就是你自己组织细胞衰老和萎缩的那个时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就会正常的衰老，然后细胞会萎缩啊。那童颜针它长出来的胶原蛋白就是跟着你自己一起衰老萎缩，这就是它的维持时间。那唯一一个我觉得说一定要去想好的是，就是玻尿酸它是有东西可以把它溶掉的。如果这个医师打的不是你想要的形状，或者你自己觉得说就是 too much， 但是童颜针呢，因为它长出来就是你自己的组织了，你是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组织去消灭掉的，所以呢。在打童颜针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医师，因为童颜针它是一定要受过这一个童颜针 Sculptra Aesthetic 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才可以去打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去找一个相关靠谱的医生去打这个东西，它的效果不可逆，所以就是你知道一定要小心。然后最后一点，玻尿酸和童颜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玻尿酸它是可以，就是有些大分子的玻尿酸它是可以帮助你塑形的，比如说你可以打在山根这里啊，或者是下巴下面啊，这样子的一些位置。但是呢，童颜针是没有办法打在这些位置，因为童颜针它只能打在你原本就有肉的那些地方，就是原本就有肉的地方，它可以才让它长更多。
但是这些地方啊，是你原本就没有什么东西的，所以说呢，童颜针基本上就是只能改善你脸部凹陷啊或者皱纹这样子的一些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像玻尿酸一样做到脸部塑形，也可以用它这样子。医生是说，就是第一次打完，然后隔5周这样子去打第2次。可是我第一次打完呢，我就回国了，然后所以我第2次打呢，隔了大概有3个月吧，但是我其实是觉得说有一定效果的，因为我回去之前就回国之前，我真的是觉得说我这2块凹陷很严重。然后包括这边的地方，然后打完呢，我是觉得说第1次打完是有效果的，所以呢，我就去打了第2次。然后第2次去的时候，医生就是在入针的时候，他也有说，有感觉到相比第1次之下有一些组织的生成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感觉到的，反正他有这么说。我自己也有感受到视觉上的一点效果啦。那不知道你们看视频会不会也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效果？就是如果去年的一些视频和今年的这样的视频有没有脸稍微碰一点点？是医生叮嘱我的，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打完童颜针了以后，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按摩。就是你打了哪里，我就是打了这一块，然后这一块和法令纹这一点嘛，他就说你一定要每天按5次，每次5分钟。还有什么？是这样子的，按摩555，术后隔天为第1天，接下来的5天每天按5次，一共按5天，每次按5分钟，防止它结块，因为它是靠着水溶这个粉末打到你这个皮肤下面去的嘛。如果就是你不按摩的话，它可能会就结在一个地方，然后这块地方就长太多，就不太好。所以你要避免这个的话，你就是一定要勤按摩，或者你想起来就按一按，反正也没有坏处，促进血液循环嘛。那我觉得我刚才讲的就是利啊弊啊，它到底什么东西啊，这些都讲完了以后，我来讲一下价钱。那我呢，一共是打了2次，每次都打1瓶这样。那1瓶的价钱呢是900澳币，你们就自己换算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价钱。我打的那个牌子叫做 Sculptra， 但我有问那个医生，我说我可不可以拍这个照片？他说那个厂商是不愿意，就是让它曝光在 social media 或者什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就说你可以说他的名字，但是你不要就是 po 他的照片。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名字叫做 Sculptra。就这样了，好像该讲的都讲完了。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问我，或者是我有漏掉讲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可以拍一个就是 Part 2。好了，再看下去，因为我有连接那一天我拍的就是整个打针的全过程和我打完回来脸的那个状态。那就这样啦。我也不太清楚我以为我们不行。可以吗？你现在好丑啊！你在说吗？Hello， 大家好，我今天呢去打了童颜针，然后是下午4点半的时候打的，然后现在呢是晚上9点半，我就是吃完晚饭然后回到家这样子。这里几个针眼都是打的，这边法令纹这边打了一点，这3块地方，这里和这里。回来就是感觉脸有一点肿，然后眼下这种地方肿的其实还是有一点厉害的。反正就是这样子，还是可以出门的。明天也可以化妆，他说，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碍。就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嗨，今天是我打完这个童颜针的第2天，然后我觉得脸上就肿什么都还好，就是我觉得眼下这边有一些肿，然后因为针头打进去的地方有一点发青。这是我自己的斑啦，然后这边就是反正有针头的地方都有一点青，因为我是那种疤痕性的皮肤，就很容易磕一下就有青啊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正常，整个脸的状态还算正常，但是就觉得很干吧。因为它有针孔，所以我就不敢去涂很多东西在上面啊什么的。然后最近天气也比较干，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跟那个打针没有什么关系。就以恢复来说，我觉得这个针打完就是没有什么 downtime 的，就有一点点肿，我觉得。反正现在就是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第2天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脸还是有点砰砰的感觉，但是应该是肿吧。